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饰演破案高手，把程毅和王星越放在一起看，差别就出来了。探案剧《定风波》自开播以来，便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的目光。不论是案件呈现，还是人物刻画，或者是画面质感，都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。剧中多位演员凭借各自扎实的表现，收获了观众的诸多肯定。就拿男主来说，萧北明这个角色真是又虐又上头，从意气风发到绝境求生、中毒咳血、坠崖逃亡等每强惨桥段引发观众共情。可以说，王星越把萧北明的破碎感、坚韧感和孤勇感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随着剧集的热度上升，王星越刻画的萧北明成功出圈，于是有不少观众拿他跟之前播出的《莲花楼》中程毅塑造的男主李莲花来比较。同样是饰演破案高手，把程毅和王星越放在一起看，差别就出来了。在《定风波》中，王星越饰演的萧北明是大旗数一数二的神探，智勇双全且武功超群。只是他的命运却充满戏剧性，大婚当日遭诬陷弑师叛国，不仅武功被废，而且身中无解剧毒，从第一神探沦为通缉要犯，昔日光耀瞬间崩塌，只能隐姓埋名逃亡。3年之后，萧北明隐姓埋名归来，组建波波队探案小队，陆续侦破新娘冯杀案、诅咒军团案、阴魂飙车案等多桩离奇血案，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也逐步揭露藏在案件背后的神秘人物叶煞的阴谋。探案小队内部成员从起初的猜疑，逐渐成为相互理解、包容及并肩作战的紧密战友。作为探案小队的灵魂人物，萧北明沉稳果敢，智商时时在线，从现场调查到案件分析，再到抓捕凶手及与凶手对峙等方面，不仅展现出了探案小队队长应有的水准，也拉高了整部剧的质量水平。从表演角度来看，萧北明这个角色撑起来了，不论是台词爆发力，还是眼神切换，或者是声线变化，王星越都展现出了扎实的表演功底，并贡献了演技高光时刻。不得不说，王星越对萧北明这个男主完全理解透了，以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实现角色与演员融为一体。而在《莲花楼》中，程毅饰演的探案高手李莲花同样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其实李莲花曾是万人敬仰的江湖第一高手，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只是因遭同门下毒被判重伤坠海，心灰意冷的他隐姓埋名退隐江湖，成了江湖游医李莲花。其实李莲花和李相夷反差很大，前者是长相不凡，风度翩翩，性格则温和善良，重情重义，大智若愚；而后者外形俊美冷峻，而性格则是年少轻狂，高冷高傲，聪明绝顶。最终两个角色所呈现出来的效果，也能够让观众很明显感受得到，这一点程毅拿捏得很到位。其实这两个角色都贡献了高光时刻，比如当他是李相夷时，他是红衣执剑的少年侠客，意气风发，让人看着肃然起敬。从红绸舞剑到竹林对决等打戏行云流水，展现了天下第一的锋芒与孤傲，让人找回了武侠剧中的快意恩仇。当他切换为李莲花时，让人感受到李莲花的多面性，他既可以是充满烟火气的乡野游医，又可以是聪慧过人的破案高手，完全没有李相夷的影子。尤其是他在破案时的泰然自若，展现的一览无余，整个人的状态看上去十分轻松，丝毫看不出他是在破案子，与以往很多破案高手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应该说，程毅将李莲花身上的市井幽默与李相夷的侠骨柔情诠释得很生动，难怪有观众感叹，程毅之后再无李莲花。此番同类题材《定风波》播出后，
便有人觉得剧中男主萧北明的人设与状形莲花楼中的李莲花，不过很多观众则认为李莲花的魅力在于诚意赋予的灵魂，模仿者难及神韵。从观众的评价可以看到，李莲花这个角色显然刻画得很成功，从外形气质到台词表达，再到表情戏及眼神戏等方面，在诚意的用心刻画下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，不仅让人产生共情，也收获了更多的新能量。可见，他将这个角色演到了观众的心坎里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其实李香怡与萧北明在人设性格上还是有些相似，前期都是很骄傲自信，甚至很自信。但也有差别的，李香怡切换为李莲花后，她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说话温柔，隐藏锋芒，就像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江湖游医，尤其是性格方面与李香怡相差很大。而萧北明隐姓埋名后，不仅变得更低调，而且还要躲着探案，但他高冷的气质和冷峻的眼神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而且还多了份沉稳和克制，这一点与李莲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从前期的意气风发到破碎隐忍，王星越把角色的前后反差刻画出来了，让人看着真实可信。定风波收官后，观众集体陷入一种奇怪的戒断反应，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多精彩，而是它和莲花楼的相似度实在高的离谱，但呈现效果却差了一大截。两部剧的主角都是中毒后武功尽失的江湖高手，都背负着不白之冤要自己查案，甚至连主线推进方式都如出一辙。可为什么一个能让人念念不忘，另一个却让人看完就忘？这种相似性从第一集就开始显现。萧北明和李莲花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，都因为中毒失去武功，都被人陷害，不得不自己查清真相。但程毅把李莲花的落魄演得入木三分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破碎感，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。王星越饰演的萧北明，前20集还在维持贵公子形象，直到后期才找到点感觉，可惜为时已晚。剧本的差距更为明显。莲花楼每个案子都环环相扣，李莲花永远是破局的关键人物，而定风波的案子零零散散，萧北明查了3年毫无进展，戏份还被配角们瓜分得七零八落。像韩芝饰演的女主演带重的像是熬了3个通宵，台词念得有气无力。本该展现情感纠葛的重头戏，除了瞪眼还是瞪眼，看得人直打哈欠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设定可以模仿，但精髓抄不来。故事讲不利索，贴再多标签也立不住。同样是落魄公子查案的套路，莲花楼能让观众揪心，而定风波只能让人快进。这中间的差距，恐怕不是换个演员就能弥补的。制作方可能没意识到，他们精心设计的美强惨男主，最后成了对照组里的反面教材。程毅处理李莲花落魄状态时，连手指发抖的细节都经得起特写镜头考验。反观定风波，王星越前20集还在坚持公子偶像包袱，直到后期潦倒戏份才突然开窍。有追剧观众调侃，建议以后剧组在合同里加条演员必须在前3集学会狼狈的10种演法。剧本的硬伤引发连锁反应。当莲花楼用案件串联起主角成长轨迹时，定风波却把探案线切得支离破碎。萧北明查案主要靠偶遇证人，破案关键靠对手自爆，被网友戏称锦鲤型侦探。更离谱的是，主线剧情经常被注水支线打断。有观众统计，某集里男主查案时长还没他换衣服的镜头多。